在晋朝时期，有一位年轻人车胤，因为家里很穷，买不起油灯，晚上没有办法看书。有一天，他突然突发奇想，捉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袋子里。从此，他每个晚上就都利用萤火虫的微光来看书，这就是“囊萤照书”这句成语的由来。在神话当中，祝融传下火种，教人类使用火。在我身后的这座火圣庙，就是全台唯一一座登记的火神庙哦。里头所供奉的火德星君，就是火神祝融。人类照明的起源就是从火开始，而用火的最早证据可以追溯至考古学家在一些位于欧洲的洞穴遗址里面发现到骨制工具，还有一些人为刻印的骨头，有部分被烧焦可以作为证据。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慢慢地也开始懂得运用火把照明。由于蜡烛的火焰容易被风吹熄，所以人们想出用罩子罩住火焰来防风的方法，渐渐演变成现在的灯笼。最引人入胜的灯笼，当然就是元宵节的花灯啦。现在人们都使用打火机，火柴在我们生活周遭有多久没看到了呢？讲到火柴，它是英国人约翰·华克所发明，但你可能不知道，照明工具经过无数次的改革，一直沿用到19世纪初，欧洲才有煤气灯的出现。这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直到发明电力以后，才逐渐改观。灯对人类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发明，不仅照亮了整个世界，也让很多事情不需要局限在白天才能够执行。如果没有了灯，那我们拍片也会遇到不少困难呢。哎，怎么了？英国化学家戴维将铂丝通电发光，并利用2根碳棒之间的电弧照明。亨利·戈培尔使用1根碳化的竹丝放在真空的玻璃瓶下通电发光。所以，真正发明电灯的人是谁呢？让大家来猜猜看吧。先生你好，想问一下，我现在手上呢有这3位人士，那你猜猜看，到底谁是发明电灯的人呢？爱迪生。爱迪生，好好，你们知道谁才是发明电灯的人吗？爱迪生吧。爱迪生，好，那姐姐你觉得？爱迪生。姐姐也觉得是爱迪生，是他叫戈培尔，是个德国人，他才是真正发明电灯的人。演化论告诉我们，所有的生物都是适者生存的结果，所以像是身体的构造以及习性等等，都是为了生存而演化成现在的样子哦。人类也不例外，其实连人类的思维方式跟感官都是演化的结果。所以说，我们的视觉、听觉跟嗅觉也都是吗？对，就以视觉为例，因为太阳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所以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大多演化出可以看见太阳光的视觉。哦，那这样子的话，太阳光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啊？有温度的物体都会发出波长连续变化的电磁波，这就是所谓的热辐射现象。太阳的表面温度高达摄氏5600度，所以它的热辐射主要包括波长从400纳米到750纳米的光。它的颜色看起来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这就是我们可见光的范围。当然，太阳也发出紫外线跟红外线，但是呢，我们看不到，而且强度也相对很弱。所以我们的照明设备也要发出波长在400纳米到750纳米之间的可见光，对吗？对，好的照明设备就是希望能够用最少的能量发出最多的可见光，而且发出的光呢要看起来像日常生活中的阳光。与可吸收所有光的所谓黑体有些相似，
一般物体在不同温度时，也都会发出波长连续分布的热辐射。不同的物体的热辐射会有些差异。看起来越黑的物体，高温时发出来的光就越强；温度越高的物体，发出来的光就包含更多短波长的光。所以高温物体发出来的光总体看起来就比较偏白色，低温的物体发出来的光总体看起来就比较偏红黄色。当物体的温度达到摄氏500度以上的时候呢，它就会发出我们人眼可以看到的电磁波，也就是可见光。心怡，你知道什么是火吗？火不就是火吗？教授，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其实火是燃烧的产物被燃烧释放的能量加热到高温的时候而发光的现象。所以燃烧产物不同的时候，燃烧出来的火焰也就不一样，对吗？对，就像火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火焰事实上是高温又正在发光的浓烟。当浓烟的温度下降，不再发出可见光的时候呢，它又变回我们看到的浓烟了。心怡，你看蜡烛的火焰，它的温度事实上并没有酒精灯的火焰的温度高，但是呢，蜡烛燃烧产物呢，还包括了许多的细小的黑色的碳粒。但是酒精灯燃烧的产物呢，基本上就是透明的二氧化碳跟水蒸气。细小的碳粒在高温的时候发光效率比较好，所以它看起来比较明亮。但是透明的二氧化碳跟水蒸气在高温的时候呢，它的发光效率比较差，所以它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明亮。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个东西来演示一下瓦斯灯发光的原理。可是我印象中，之前去登山的时候用的瓦斯灯应该要更亮才对啊。因为瓦斯灯的燃烧产物呢，也是透明的水蒸气跟二氧化碳，所以瓦斯灯的火焰虽然温度很高，但是透明的二氧化碳跟水蒸气发光的效率并不是那么高。所以呢，我们利用瓦斯灯的火焰呢，加热上面这个灯砂。那这个灯砂在高温的时候呢，它的发光效率就比瓦斯燃烧的产物，也就是二氧化碳跟水蒸气在高温的时候呢，发光的效率更好。我知道了，这些都是利用高温的物体或是高温的燃烧产物来发出可见光，用来照明。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有啊，用电流加热灯丝，让高温的灯丝发出可见光，这就是白炽灯的发光原理啊。那白炽灯和卤素灯有什么差别呢？它们都是利用热辐射来发出可见光。所以它们看起来都很像阳光。不过卤素灯的灯丝在卤素的保护之下，它的温度可以升到比白炽灯的灯丝的温度还高，所以呢，可以更大比例的发出可见光，看起来呢也更接近阳光。我们在晚上逛街的时候呢，常常可以看到霓虹灯。那这里就是一个小型的霓虹灯。那霓虹灯的发光原理呢，就是利用两端的电压呢加速电子，让这个被加速的电子呢撞击霓虹灯管里面低密度和低气压的气体分子。那这些气体分子的里面的电子呢，就会跃迁到高能量的状态。这些高能量状态的电子呢，又会自动的自发的回复到低能量状态，而放出光来。当然，这个放出来的光呢，它的能量还有波长呢，决定于气体分子的能阶差。那因此呢，我们等一下用光谱仪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霓虹灯发出来的光呢，它的波长是不连续的。霓虹灯真的帮我们的城市增加了很多不同的风采。那像是路灯呢？因为像是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啊，往下看会看到，哇，整个城市的街道都在橙色的光芒当中。所以路灯跟霓虹灯是一样的道理吗？你说的那是钠灯，钠灯也是利用被加速的电子呢撞击灯管当中的钠蒸汽，使钠原子当中的电子发生跃迁，进而发出光来。这个发出来的光呢，可以直接用来照明，所以呢，钠灯相当省电。我记得几年前政府实行了水银路灯落日计划，就是要把全面的水银路灯都汰换掉。那水银灯也是气体放电发光吗？没错，水银灯的灯管两端呢也有电极，通电之后呢，水银蒸发。
那也是利用电流当中被加速的电子撞击水银蒸汽，使水银里面的电子发生跃迁，进而发光。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室外的照明，那像这种室内的日光灯呢？日光灯其实也是水银灯的一种。通电之后呢，灯管当中的水银蒸汽发出紫外光来，紫外光被灯管壁上的荧光物质吸收，荧光物质呢再发出各种可见光。我们家庭当中的常见的日光灯、PL 灯、省电灯泡，它们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管壁上的荧光物质。不同的荧光物质发出的可见光，还有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可是不是说要越接近阳光的颜色越好吗？难道这些荧光物质也可以发出七彩的颜色？你看这个日光灯发出来的光，并不是完整的7种颜色的光，可是它看起来也像白色的。事实上，我们的眼睛很好骗，只要有红色、蓝色、绿色这3种颜色，就能配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的所有的颜色。我们的手机，你看我现在手机萤幕是白色的，那等一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白色的萤幕呢，事实上只有3种颜色的光，就形成这个白色的萤幕。如果我们这个手机的萤幕变成紫色的时候呢，我们看它的光谱会发现，只有蓝色跟红色这2种光，就能让我们感觉出紫色的效果。1809年，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将2根碳棒接上电源，使得2根碳棒之间产生明亮的电弧，这就是早期的弧光灯。现代的弧光灯又称为高压气体放电灯，英文简称 HID， 就是在金属物质的电极之间填充气压比较高、密度比较大的氩气、氙气等等。哇，听起来很强大的样子诶。那有什么灯是用这种 HID 灯呢？氙气灯就是这种高压气体放电灯。那在生活中会运用在什么地方呢？氙气灯常常用在汽车的车头照明大灯，因为汽车的车头大灯是比较消耗能源的零件之一，所以氙气灯呢，它亮度够，它又蛮省电的。你看这个就是高压气体放电灯，里面的气体就跟刚才我们的霓虹灯不太一样。LED 灯发光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发光的过程当中，电源直接驱动导带当中较高能量状态的电子，直接跃迁回甲带当中较低的能量状态，而发出光来。所以导带跟甲带之间的能量差就决定发光的颜色。那不同的材料呢，导带跟甲带之间的能量差会不一样。原来 LED 灯它的颜色不同是由材料来决定。那我听说 LED 灯它会有那种闪烁的现象，这样会不会对视力有影响？其实许多灯具都会闪烁，但是人类有视觉暂留，只要停止发光的时间很短，我们是没办法察觉的。心怡，你看我现在用一个可调频率的交流电源串接一个喇叭来点亮 LED 灯。当这个交流电的频率不高的时候呢，它闪烁的时候，我们感觉它忽明忽暗的闪烁。但是如果我逐渐把这个交流电的频率增加的时候，你听，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喇叭的声音频率也越来越高。对。所以频率越高的时候呢，它这个 LED 灯熄灭的时间呢就越来越短。高到一个程度之后呢，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喇叭，知道它还是交流电源。换言之，这个 LED 灯呢还是忽明忽暗，但是我们完全没办法分辨了。真的都没有在闪呢，看不出来还在闪。可是你可以听到那个喇叭的声音，知道它那个交流电的频率越来越高。对。那像我常去听一些演讲，主讲人手上都会拿着一支雷射笔来指画屏幕上的重点。这种雷射笔它的原理又是什么？雷射的确是现代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光源。不过呢，雷射发光的原理非常特别，它是利用受激辐射的原理来发光。
你刚才讲的是固态雷射，比较小，不方便说明。那我利用这个氦氖雷射来说明它的这个发光原理。你看这两边是个反射率很高的反射镜，雷射光会在这个反射之间来回的反射。那这个中间的这个管子里有氦氖气体，已经在受到电子的激发，在高能状态。那这个氦氖气体会因为这个来回反射的雷射光呢，引发受激的辐射，就是因为来回反射雷射光引起它发生耀钎，产生同样频率、同样颜色、同样方向的雷射光，所以雷射光会非常强。原来各种灯具它们的发光原理都很不一样。你一定要找个时间仔细去探索一下哦。好，没问题，马上出发吧。中国电器成立于1955年，是一家老字号的专业照明制造服务公司。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中国电器荣获国内无数的技术认证与肯定，并成为台湾照明产业的领航者。徐副理你好，心怡你好，欢迎到我们中国电器来参观。哇，真的是很荣幸，看到这个 logo 就觉得好熟悉，大家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那当我们有了这些灯啊，在做出照明灯具之前呢，那你们有什么考量来做出最好的布置亮度以及照明效果呢？一般照明灯具的话，每一套灯具有它的特殊的光学特性。这个光学特性我们称为配光曲线图。配光曲线图。对，我们用手电筒时会发现，手电筒放出的光只集中在前方。但客厅天花板的灯却可以照亮整个房间，因为天花板的灯发出向四面八方的光。由此可知，根据用途，各种灯具发出的光在不同的方向、角度有不同的亮度。我们可以用适当的几条所谓的配光曲线，表示出各种灯具在不同方向的发光亮度。这个夹角、中角、广角来设置我们所需要的那个灯具。哇，真是大开眼界了！听完副理特别为我们讲解的原理之后，副厂长打算带我们参观一下东亚照明的各种产品与制成哦。各位观众朋友，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东亚照明的灯具展示区哦。你们看，这里有好多灯具哦。我看这边灯好像不太够亮哎。心仪，照度不够吗？来，我帮你打开灯具。现在用手机就可以开始开灯了。哇，副厂长，你这个光真的是完全帮我美肌了。那这是一个电球色的色温，那我们可以把它调成昼光色的一个色温。现在色温已经变了。真的耶。对。前面提到热辐射时，我们知道温度高的物体发出的光整体看起来偏白色，那温度低的物体发出的光看起来偏红黄色。我们也知道三原色可以配出看起来各种颜色的光，当然滤光装置等等也会改变光的颜色。在灯具设计上，我们不管颜色形成的原因，只根据视觉上看到的颜色，参考对应的热辐射。偏白的光，它的色温极高；偏黄、偏红的光，它的色温极低。哇，那除了可以调色温之外，我们还可以透过 APP 去改变什么呢？那它还可以做时序的一个控制。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设计的部分哈。那设计的人员必须先对光源的特性有所了解，那了解特性之后，再进行一些灯具的特性的一个设计。那其他他也要了解材质的一个应用。根据使用需求，我们必须设计特定配光曲线、要求的用电功率以及指定光源的灯具。但怎么知道我们的设计能够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呢？如果凭经验估计或者实物来试验，太没效率。所以我们用程式软体来进行模拟。那程式会根据我们的设计，计算出配光曲线、用电量等。
这样就可以快速了解我们的设计是不是能达到要求的目标。那模拟完，如果觉得可以了，我们就去做样品。心仪这边是我们自动化生产线的一个介绍。那目前的话，我们的生产线只要4个工程，就是平均最快速度8秒，它就可以产生一台灯具本体。哇，副厂长，这个这么大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你猜猜看呢？我猜应该还是跟什么测量光相关的东西吧。没错，它就是积分球。那我们透过这个积分球的话，就可以取得光源的相关的光谱跟它的全光输出的一个数据。不同尺寸与配光曲线的灯具，因为在不同方向发出的光亮度不同，所以精准测量出各种灯具的总发光量并不容易。积分球的内部涂了高漫反射的物质，无论初始的光在积分球中射向哪个方向，经多次漫反射，积分球中任意区域的亮度都会一样，并且反映出原来这束光的亮度。如此一来，只要把灯具放入积分球中，无论灯具的尺寸如何，无论灯具上各部分发光的情形，只要量测积分球中任何特定区域亮度，对比参考光源同一特定区域亮度，即可测出此灯具的总发光量。当然，也可以顺便测量此灯具的光谱。这里面就是我们目前量测光源的一个样子啊，它里面有一个光源接收器，它可以把相关的数据收集之后，再传到电脑来做一个判别跟一个显示。那心怡，你今天来参观我们东亚照明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对于整个照明设备的制成啊，还有一些缜密的设计，我都觉得有更加的了解。那东亚照明在未来的展望有哪些呢？那我们的产品方向未来都是会朝往先智捷这3个方向的。那先就是先进，智就是智能，节就是节能，这3个方向去做我们开发的一个方向。是。未来世界将不存在照明器具，也就是建筑即为照明灯具的想象。照明器具这个概念将不存在于未来的家居生活当中。在未来世界，照明灯具将与建筑融为一体，天花板和墙壁可以直接成为照明灯具或显示屏。生活充满科学，科学实践生活。人类照明的方式经历了火、油、电的过程。这个过程呢，除了象征着人类的演变与进化，同时也正式见证了人们发展历史的过程。未来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与时间点来调整最适当的光源，以促进生理及心理的健康。相信这已经不是太遥远的梦想，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吧。超理想进化论为你串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科学方程式。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